哇，這個你想點啊？你想點啊？打橫截停佢哋部車啊！我真係唔得啦。但這裡它有減速。喂，中了啊！牙中線了！喂，衝過嚟咯！大家好，歡迎來到自駕紐北。歡迎來到自駕紐北，第一個彎就是大橋灣。先啟動自駕線。好，我們今天拿的是2025款的新的小鵬 G6，用的是圖靈智駕。一套視覺為主的自駕系統，看一下在我們自駕紐北的表現會怎麼樣啊？版本號是5.1的，叫做媒體測試版，這不是一個正式版啊。但不管怎樣，我們先拿來試一下。好，啟動之後呢，我們馬上經過了一個市場的路口啊，它稍微猶豫了一下就繞過了那台臨停的車。好了，前方又有幾個，哇，你看這個狀況，電機加三輪車，真的是刺激啊！他們好緩慢的走動，然後我們也沒有去超他的意思哦。對，你看它生成的這個行走軌跡是跟着他們走的。其實我們路面的那條畫線不是很清晰啊，我不知道它是自己腦補出來，還是真的能把這個線看得那麼清楚。腦補出來的有可能啊，看一下第一個路口能不能走對線啊。這個橋洞就是一個迷惑的。喂，唔係喎，他直走的喎。他第一個路口失敗，這裡有一個不按導航走的接管了。好，我們再來啟動它啊。差點逆行哦，還有對面沒車呢。對，因為這個路口確實很迷惑的。好，我們來到大橋灣啦，大橋。低調點，低調點。加油，加油，過，走啊，是沒看清嗎？可以了，他想通了，但是又來了一腳剎車，他好保守哦，我覺得他剛才是對面那個車，他看到對面的車就是很保守了，這裡壓了一點實線，但是他沒有跨過去，他就是借用了一點實線，但是又在剎車了。他總覺得不夠位置，要剎一剎，看看夠不夠位置過彎。後面的艾安已經很紅盲燈了，佢已經。你是不是沒有貼那個支架呀？我沒有貼，我忘記啦。哇，這個你想點啊？你想點啊？打橫截停佢哋部車啊！真唔得。他打橫截停了別人的車。這裡有個安全接管，這個實在是不行了，這個。Oh no！ 為什麼是這樣子？可能是測試版的關係，我們再啟動它。我覺得是測試版的關係，因為之前無論是我的 X9 也好，或者上一回 PCGR 也好，都不會這樣。為什麼我上次那台爆八是不是啊？也是過不了這裡的。所以就是大橋的問題了。我的問題，真的是我的問題。只要大橋在車上，他們的發揮都是這樣的。對啊，單行道怎麼會過不了呢？我想不懂。這條直線呢是沒有問題的，它稍微的可以的，壓了一點點實線，其實也沒有壓，它貼着實線走的，沒有壓實線啊，這個很好。然後現在我們是在一條城市快速路的輔道上面，這邊的限速呢是其實是40的，但是沒有那個明確的限速，所以它是按60來跑。有些車型在這裡就會按照40來跑。但這個問題不大，你看就全部車都是按60跑的。其實剛剛離我們比較遠的那個路口有車出來，其實還有一點點距離，但是他提早剎了一下車，你 feel 到嗎？對，我就感覺他好保守，太保守了，離那麼遠，我那台車其實我們過道去那台車已經走了，但是他還要下意識的剎了一下車。先看一下這個彎啊，這裡我們就會離開主道，進入我們的有點難度的路段了。你使唔使唔緊張啊？你緊啊，我很緊張的呀。你要相信小 P 啦，你看這個多好，這個多好。他剛剛截停了別人啊，2條道啊，還好沒人下來打我們呢。所以為什麼我要拉上大橋過來做自駕測試呢？就是要打的話呢，大橋會打在前面，不會打我。有什麼事跟我出去？那些司機都憐香惜玉的嗎？不會打你的。我打他了。對啊，你會打他的。好，這裡有個電動車過來，它稍微真的好保守哦。之前我印象中小鵬不會那麼保守的。後面已經逼了，已經逼了。我要共駕一下，催促他一下過去了。好保守，好保守，是因為這個地形。這裡我接管了，我有個安全接管了。那些車。是我們根本看不到的，突然衝出來，他也看不到啊，好像是。這邊呢，就是對於
视觉系统来说是最难的一个点呢，这里的光线强烈变化的。好，冲出来之后，前面有一个窄路啊，有台车冲出来了。哇！银行，他想撞人，他想逆行啊！他想撞人家逆行，这安全接管，这台车可以。他应该是想绕过去。好，这边他降级了，降到 LCC 了，因为前面是个村庄路段，这里应该是小萌打了个点，在这里他就不愿意启动 NGP 了，所以这边我们只能够自己通过。好，我来吧，你来是吧？好，感谢大乔。没事，待会转钱给我就行了。哎，他这里能把这些台杆啊、减速带全都识别出来哦。但是他没有 NGP。对，刚刚我看到我们准备出隧道的时候，他已经说智驾还有多少米自动退出了。对，好，现在我就启动 LCC 看一下，因为之前华为的那个 LCC 是非常厉害的，所以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小鹏的 LCC 是不是在这里也可以把它当成城市领航来用了。啊，这个大曲率弯道，它把车速压得很低了，压到20几，应该是可以的吧？嗯，但就是慢一点咯。对，就是比较慢咯，就是比较慢。哎，它让我接管，哎呦，哇，是有点，它这个接管很突然呢。对，就是对于 LCC 来说，为什么 LCC 也叫我接管？对，还是 LCC。对于 LCC 来说，刚才那个弯道的曲率可能已经超过它的极限了。但是你突然叫别人退出的话，很多人都没反应啊，快要撞了才叫我们接管的。其实在这里也不应该用 LCC 的，老实说。啊，测试版啊，大家理解理解。好，我们这里能启动没有？哎，可以启动了，可以启动，马上看一下一个无保护路口。哇，今天的难度比较高啊，因为两边有行人跟车出来，它就停下来了。我也停下来了，只要停下来就不会犯错。被他晃到很难受。只要停下来就不会犯错。哇，慢慢一点一点拱，看清楚再走。策略倒是没问题，只不过就是太保守了，挡住后面的车了，又被逼了。对，不怕，大乔在这里，大乔在保护我。要不下次你坐在这个位置，可能大家会更加体谅一点。对，有什么伸个头出去。对。好了，这一段路呢是一个路上没有划线的。对了，它路上没划线，它就不会脑补个线出来，但是它还是会靠着右边来走，这点挺好的。它没有站到中间，所以虽然自己慢一点，但没有影响到别人，这点是挺好的。小鹏现在应该是全系都，这个是 S7 是吧？你是在这里，对，传奇的向往 S7 在这里做测试。我们欢迎各个品牌来挑战自驾纽北这条路线啊！这条路线我们毫无保留的公开出来，就希望大家都来挑战一下，大家共同提升自驾能力。喂，走啊！我后面，我现在共驾一下。我走喽！哇呀！这里是一个效率接管了，效率共驾都不行了，效率接管了。好，我们贴到好近，要撞了，刚刚都。他刚才不知道为什么要贴的右边那么近。他是不是以为左边就会压线之类的？没有什么情况啊，其实。好，我们回去再看一下录像，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啊。好，这边呢，经过一个左拐的路口，就会进入到一段正常的城市道路了。啊，在正常城市道路呢，我们就看一套自驾系统它的底线啊，就是它的下限够不够高。因为刚才老实说啊，刚才那一段路呢，其实我们也不建议大家使用自驾的，就状况太多了。那个只不过我们用来测试一下自驾系统他们的上限在哪里。他们的反应速度快不快？对，然后有没有礼让行人？对啊，然后处理各种突发状况，一些不合理的状况有没有能力？但接下来这一段呢，就是正常城市道路了，所以这一段呢，其实不应该有任何问题的。如果有问题的话呢，那就说明这个自驾系统的版本还不够成熟啊，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好，一个左拐，这种有灯号的左拐其实没什么难度的，就除非是走错线路的。好，它速度稍微有点慢的过来了，偏保守，我真的觉得是偏保守。可能他感觉到隔壁有汇入车辆，所以慢了一点点，也有可能。然后前车的距离我看一下，
哎，对，小鹏的城市 NGP 是不能调车距的，显示自动的，因为它在城市 NGP 的状态下面，它自己会判断距离，但是高速 NGP 是可以调的。哦，对，我昨天在高速就是可以调。对对，然后这里我们先通过一个有灯号的路口，这个好没有问题了，一点问题都没有。现在路线的保持啊，还有对，刚才那个旁边的车稍微靠近一点，它就马上靠右一点了。这是一个没有灯号的路口，也没问题。那前面我们要拐右，它就提前拐右。我感觉是前面那台车一过来，它直接让一个道给他。也不是，我们也要拐右嘛，刚好嘛。是的。对，提前选择好路线的话，就会减少一些错误发生。它好贴哦。还好吧，我觉得还好啊。你对它没有信心？可能我坐在这里，我的感受会深一点点。那这里挺好的，你看它完全没有被这个隔离带迷惑到去副道是吧？对，就直接选择了中间车道了。然后前方呢是一个掉头带灯号控制的掉头。至少在这个车流量里面，它在城市道路是没有一点问题的啊。这个下限是足够高，没问题。好，这边是掉头。虽然小鹏现在没有用到激光雷达，但是它在摄像头方面是升级了，就用更好的视觉来弥补没有激光雷达在感知上面的一些劣势。哇，它提前好多刹车。对啊，也不用那么慢吧。幸亏后面没车，否则就逼了。它好像都提早30-40米刹车，然后慢慢的时速有自主掉头能力，但是这个速度是真的慢。掉过来之后就提速了。刚才掉的时候应该是7-8公里时速这样子，大概10都没有哎。对，然后掉过来就提速了。好，这边靠右是因为途经点了。我们就不管这个途经点了，我懒得去搞它了。即将切换出口，请注意观察。他真的想进去哦。这个不算接管啊，这个途经点的问题啊，不管它了。我们继续启动它，对，启动它。小鹏现在是有就一般来说，我们启动支架都拨2下杆嘛。小鹏有一个是拨1次的简化模式，我打开了那个简化模式的，所以现在拨1次就可以了。这里它被迷惑住了，出不出去？不出去，我来了啊！这里算一个违章接管了，因为这里是一个掉头专用道。那如果刚刚你不接管的话，你猜猜它会不会直接？它就直接按那个道来走啊。对啊。其实有很多路的那个掉头专用道是可以直走的，但是因为刚才我们这个路口它的画线就没有画那种虚实线，那所以严格来说是不应该走的。那我们还是尽可能的按照交规就反正这条路是这样子的，我们每台车统一标准去对待它的。不过你刚刚说那乡村路段最好不要用支架，我也觉得是因为用完支架，你整个人的精神更加紧绷了，比你正常开车更夸张。对啊，我开个支架无非就图个省事，图个省心嘛。刚刚一点都不省心，还害怕他撞人啊，又被后面逼喇叭，就像个新手在开车被人吹那样子。但是新 G6它有支架小蓝灯的，你看我们两个都是对，是的，对。但是太小了，没有人会注意到。其实会的，你在里面看不到嘛，在外面还是挺。如果你说像理想那样子就很明显啊，理想的话。理想它因为车尾还有一个。对啊，就那个灯非常的明显，后面的人也知道你在开支架，但是你就只有隔壁的那个灯，就只有这2个小灯子。正常人很多人都，如果他们是开油车的话，不知道这个灯是什么意思的。我昨天看到有一台奔驰1级，它换了一个蓝色的，就它转向灯不是在后视镜吗？黄色的。对，黄色的灯，它自己换了个蓝色的，一开就好像那个支架小蓝灯的样子。对，但现在可能还不是所有人都知道，也不是可能了，是肯定不是所有人都知道这个蓝灯什么意思。而且因为很多车企他们没有这个支架的灯啊。对，早期的车型都没有，其实小鹏早期都没有的，他们是从 PC 加开始。我之前也有问过，就是其他老师这个问题，我说为什么就是一开支架应该很多车的灯都要？这里就我来共驾一下，因为他刚才其实线路选择已经不大好了，他压了一下左后的那个车，然后到路口因为那个电动车出来，他又刹了一下车。
真的是保守，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没有激光雷达，还是这个测试版的关系，反正现在试下来，这台车是很保守的。哇，刚刚他压一点过来，我们又被他这样子晃过去。这种防御性这个挺好，在路口看不清左边有没有车出来，它就防御性减速，减到跟那个车的速度一样，再通过。隔壁那台车遮了我们的视线。对对，刚才这个就非常老司机了。就是刚刚的话题，我是在问呢，我说为什么所有的车企他们智驾不弄灯呢？给别人看到你是在开智驾。他们说，因为不是所有的智驾都做得那么好，没有车企敢敢用咯。对，如果开得一塌糊涂的话，就那一台车那个智驾最差了。对呀，全世界都知道了。对呀，你如果对自己的智驾没有自信的话，你在路上开了那个智驾，然后全部人一看，亮了小蓝灯，然后开得一塌糊涂的，那就是这个品牌的智驾不行了，那就负面了。那所以我觉得有蓝灯的，就代表他对自己的智驾其实很有信心的。有信心的，确实，你看现在，最早是理想，但理想其实一开始他用小蓝灯的时候，他的智驾水平也不怎么样，但是后来他进步的很快，他 OTA 升级的很快，对，而且每一次的进步都很明显。现在理想其实真的挺不错的了，然后小鹏就现在加上了然后最近是你真的想不到宝骏也加上了对，宝骏什么车？宝骏那个享境啊，就那台新车。那个智驾怎么样？其实那个还好，还行，但那台我不是在广州市啊，我上回在武汉市的时候还行，就很大胆，很大胆那个，激进，很激进。好，这边我们就拐出了我们的城市道路，然后又回到了一段高难度的路线了我们又来看它的上限表现了。这里稍微的压着线走你说它压吗？它又在两条实线中间的那个斑马线那里穿过去了。那这都不算压实线吗？虽然那条线有点已经看不清了。对，这个路线选择不大好这个路口的通过就没问题了。刚才是一个没有灯号保护的十字路口，然后前方有一个电动车，它就跟在电动车后面了。从这个 SR 界面其实能看出来虽然它没有用到激光雷达，但是它通过 OCC 的算法，它还是把那些实体的障碍物可以计算出来，扫描出来了。对，它这个不是扫描，这个就真的是计算出来的，就是因为它前方，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双目的这里有点难度没事了，它通过了。对，为了更好的去获取周边的信息，小鹏是用了一个叫做那个Lofic 的摄像头，就是它可以在那种强光变化或者说特别暗特别亮的时候都可以有正常的画面，然后前后是用了800万像素的摄像头的。那就是晚上用的话其实也不会影响，理论上它算出来的东西，对，理论上不会影响，就除非那种非常极端的情况了。这边我们看一下，通过这个环岛没问题，它识别到灯号了，环岛也选择了正确路线，这边拐过来呢，我们这个路线可以挺好的这是不是第一台没有激光雷达能过得了的？不是，特斯拉也可以。对。那我觉得很少车是没有激光雷达也能过得了那个路口。其实因为现在用视觉为主的系统还不多，就是特斯拉、小鹏、乐道，但是乐道没有城区，对，乐道要不下回试一下。它有城区，但是我觉得大家想不想看乐道？还要努力一下。想不想看乐道？我不想成为第二个表妹。没事啊，你有保险的吗？这边我们这个路线选择没问题而且刚才跟那个行人的距离保持的其实也合理，没有被那个行人吓到减速。这个地方通过了。这个斜坡我之前X9每一次在这个斜坡它都会停下来的。NGP 终于解决了这个斜坡的问题。因为看不到上面的路吗？是因为不知道，反正X9是很稳定的，每一次在这个斜坡它都要停一下的。这段路的表现是不错就它那个时速跟它这个路况非常好。这边绕过了这个人力车，
啊，然后这边其实车速也保持的还合理，20几公里的话，就虽然这段路的视线很差啊，但是它这个车速我可以看得清。但是我正常走我也是这个车速，因为看不清。对，所以这个速度是合理的。那这一个路口就不知道会不会，但它有减速的动作，盲目的。但减速之后呢，它是贴左边走，这个不好。对，我有个安全接管了，它是很一定想贴着左边走。其实刚才那个路口走左边的话，就是侵占对向车道了，而且逆行了，而且因为它有那个挡板，我也看不清，就很危险。好，这里有个车出来，真正难度了，看看他怎么处理啊？他选绕行啊 ，OK， 谢谢，走，可以的。好，前面就来到一个连续的直角弯，3个连续直角弯了。上次那台车冲进了学校，的停车场了。他想回学校去深造一下。好，看看今天他这个直角弯怎么处理啊？我觉得是可以的，小P应该是可以的啊。减速通过，这个减速很好，但是路线选择不大好。因为也是逆行，对，有一点点逆行，左边的线。其实这种路线选择呢，就是跟人学的，因为人走的话，其实我们也会在没车的情况下也会这样子走的，但他就学了一半。但是我发现他很多看不到对方的路都是压着对方的线去走。对，就是学我们人走的路线，但是没有学到我们人去观察。就我们自己开车的时候，在这种视野不好的时候，是不会走最短路线的。我们一定会绕个大圈，给自己足够的观察的时间跟空间的。好，有个对向车了，1、2个3，对面让我们 ，OK， 谢谢，他让我们了，谢谢。哎呦，如果刚刚他真的直接过来不让我们，他会怎么样？他就怼上去了，停着在这里了，对啊，停着在这里，就2台车在中间顶流了。所以为什么我们左上角的接管数字里面会有一个效率接管啊？就是有时候为了避免这种2台车在顶流的状况，我就会提前接管，绕过去或者去停下来等别人通过，就会有一个效率接管。然后这段路它用40来走也合理，但是这个路口它没有减速就不大好了。也可能是他根本识别不出来这是路口。那前面有个围栏，但这里他有减速。我中了啊！没有，不是，我这里好近啊！贴着过，所以他对这个异形障碍物的距离判断，我觉得不是太精准。刚才真的是贴着过的。我已经做好我们的那个后视镜美热的准备的啦。牺牲一个小蓝灯是吧？有没有人知道一个后视镜是多少钱？小鹏的后视镜？对，我现在加了小蓝灯之后，后视镜的维修价格会不会高一点呢？这是个好问题。好，前面绿灯转黄灯减速挺好，挺好。它提前减速这个挺不错的，挺舒服的。可能因为我开车比较多，所以就对距离的判断会比较大胆。所以平常大家如果副驾没有人的时候，可能大家都不知道那些车离旁边的距离。对，但是我刚刚是真的看到是真的很近，很近啊。所以大乔在旁边，其实它是一个倒车雷达。我不知道这里能不能拍得到刚刚有多近，看不清的，太夸张了，刚刚真的是。但是我通过之后，我从后视镜能看到我们的车轮离刚才那个铁马就大概那么多的距离，很近的，就真的贴着过的。危險危險危險！我覺得你就好似嗰啲尖叫雞咁，一靠近，一接佢就咕咕咕咕咕咁出嚟，多好。好了，这边右边有个开定的车，它就往左避开了，非常好啊！看一下我们路线有没有错先。这里可以，今天是对的。对，经常到这个地方，有些导航它就会自己切一条路线。好了，我们已经离开了最高难度的路段，然后现在呢是回到城市快速路了。所以就我们这一段路线虽然距离不长13公里多一点，但是呢我们的考察点是非常全面的，就是一套自驾系统包括城市的，包括这个城市快速路的，还有各种路况的，其实对各种路况的考察都会有了。所以就这一趟走下来，
基本上啊，一个系统或者说这个系统的一个版本，它的表现怎么样的话，是心中有底的。所以大家如果想知道别的车型的表现，可以翻一下我们智能车研究所看一下我们往期的一些视频，每台车固定路线的你可以去比较一下当然呢，也希望大家一键3连啦。来，快点呼吁啦！记得一键3连，给我们筹备一些什么撞车机器。借车不易啊，测试高风险啊，分分钟蹭车啊。一键3连，或者你们想看什么车，评论区走起。对，我们可以安排上。对，我们尽快安排好了，到了快速路这一段是无惊无险了，非常正常的。然后前面有一个稍微慢点的大车，那我不知道它这个速度待会儿会不会绕行啊？看一下。我觉得以我开小鹏的经验呢，我觉得小鹏在快速路上面的绕行还是挺积极的。但是因为我们这段路不长，所以有可能他会选择直接跟过去。哎，他想发起绕行了哦，真的哦。但是左边有对，那刚才是实线，主要是刚才是实线吧？哇！所以小鹏也在很快的去修正之前一些小问题。最开始就是应该是 5.4.0 的版本的时候呢，他们是对实线不大尊重的，就是我想过就不管有没有实线都过，但现在呢，他是发起了像刚才发起了一个向左变道，但是马上他发现是实线的时候，他就取消变道了，就不变了。所以这也挺好的。好了，这边那个大车让出来了，所以我们这一段路其实一直就压的最右边，最保守的开法。因为我们准备要转右了。对，我们前方要出去了，他已经开始发起出去了。好，但这个大车也压过来了，哎，减速挺好，这个速度控制挺好。而且它在 SR 这里它会显示，就如果减速，它有一个向后的箭头啦，这个箭头就是减速的那个速度的那个感觉。对，这个其实应该就是自驾系统输出给控制系统的一个信号，在 SR 这边就把它很漂亮的可视化了。好，这边我们就离开了主道进去辅道了。辅道的限速是40，哎，这个今天它的减速或者说这个版本它的减速很好，因为之前的那些版本呢，离开这个主道之后，它会突然把车速杀到30甚至29、28这样子的。你没有发现它进入主干道或者进入一些道的时候呢，它会慢很多，但是如果出道的时候呢，就会快一点点。对，就是之前小鹏 NGP 的版本都是主道出辅道，就这种快速路主道出辅道的时候，车速是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不大舒服。而且如果后方有车的话呢，也会造成一定的困扰。但这个版本就好了，也是有提升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就哪怕是同一个品牌，我们不同车型，同一个车型不同的版本，我们都会跑，就是要看一下每个品牌他们的进步是怎样的。不容易啊，大家一键3连支持一下。对啊，因为我们一台车试了很多版本，可能你觉得这台车之前不是试过吗？为什么又测试？因为它的更新版本来了，所以看它更新的表现如何。对，而且就大家在我们 B 站的账号里面可以看到，应该现在是22条视频了。对，可能更多一点吧，它差不多。可能这个数量不是很多但实际上我们测试的数量是比那个多很多的。就是有一些是保密协议的关系，有一些呢是那个版本升级了之后变化不大，我们就没有把它放出来了。放出来的都是比较值得大家去看的，我们才放出来的。所以我觉得每次我都在车上都会放出来。大家是不是想看大乔坐在旁边，还是想看志豪坐在旁边呢？投个票。我觉得这个投个票，给个面子好不好？赶快拉票。反正我无所谓的，我旁边坐谁都可以。看帅哥还是美女了？对，看一下我们的粉丝老爷们是喜欢帅哥还是美女多一点。好了，这个红灯转绿，我们就起步了。旁边是一个大车他起步他让了一下大车，他宁愿自己慢一点。对，因为大车他过弯的话，肯定会压着我们这边的线的。好，然后他就可以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压中线了！喂，撞过来喽！
他选择了中间线，所以刚才这个线路选择他应该是没有太考虑那个，应该是没有考虑那个大车的。对，他就是通过以往的数据，他觉得拐这种弯的时候，我就拐过来应该走中间线，他就直接选择了这个车道。刚刚我也有留意到，他刚刚转弯的时候也是中间线，刚刚其他的路口啊都是中间线。对，我还说他还挺聪明的，走中间的线，但是我觉得也是要看情况了。对，其实因为现在自驾模型他们训练的数据还不是太多啊，是这样的 ，AI 模型呢，它是通过大量的训练来去自己提取一些特征，或者说自己就会训练多了，有一个灵感爆发的瞬间，突然就悟了，我就懂了。但是因为现在的训练数据量还不够，而且每台车上车算力啊、内存的关系，他们的那个参数量也不能太多，所以他们现在只能处理的更多是路线选择这种情况。而像刚才这种啊，就如果我们自己开车、真人开车的话，那肯定就会避开大车嘛。像这种高级动作呢，目前还做不到啊。前方有个逆行的车，撞过去，他就避开了，没问题。太危险了，真的呼吁大家不要为了省那么一点点的时间去做那么危险的事情啊！就是，好，这个车它是要，它很快了，它很快就发现这台车是要靠右的，所以它就自己变到左道去了。那如果前面那台车它没有打灯的情况下，它会不会？不一定了，就拐。就不一定了。那其实就是前面的车给了信号灯的情况下，它更加容易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做。对，前车的刹车灯跟转向灯，其实现在很多自驾系统都会参考的。早期的就不会，早期的就是反正这里有个障碍物，我就估算一下这个障碍物我到底是绕还是跟，看它停留了多久，其实要干嘛看清楚。对，但是其实浪费了很多时间了，那里是的。那这边有行人出来，他就慢一点啊，行人不动了，我们就动了。起步也是偏保守，我觉得这个版本真的就是不知道是不是给媒体测试的关系啊？因为有可能是这样的，给媒体测试的版本可能就会选择一些保守一点的版本。那你看，又是跟刚刚一样的情况，我们要掉头，它提早很多刹车啊。对，就刹的有点慢，超慢的。那隔壁有2台车，他也只都等着我们了，等着我们表演了。这个9公里、10公里，这个真的是保守。之前小鹏过这个路口是12、3的，这真的是偏慢了。好，看一下，好，我们30个考验路口就过了，看一下这个加餐路口，1、2、3不行了，过了，行了，我们自己来了。这个加餐路口它还是不能。昨天我也有试过啊，他昨天呢有把虚拟的路线规划出来了，就是转进来的路线，但是最后还是直走了。这里我试一下它台杆的识别啊，我先。嗱，你唔係想過係嘛？喂啊！所以雖然它這裡能識別台杆了，但是它不管的。所以大家要知道，其實 SR 渲染的畫面跟實際上自駕系統它看到的畫面是，它不行啊，要下車啊，要撳嗰個掣啊。啊，佢壞咗啊？係啊。哦。最近都不行啊。無牌車也是不行，很麻煩。好了，那不要浪費大家時間了，就大家今天小鹏2025款 G6 的自在纽北就到这边了。我们现在慢慢罗金停车场，这个过程就不浪费大家时间了。手长真的好。车道上没有车辆，大家记得一键3连，记得一键3连，多多关注，下期见，拜拜。所有电车车主看过来，大家车小程序上线充电板块啦！小程序首页点击充电补能，就可以查看离你最近的充电站，一键导航开启充电，还可以使用积分抵扣哦。目前已经覆盖了广东省范围内所有城市，后续我们还会上线更多省份的城市哦。